然而，刚刚进入寝殿，那密洞群圣老大便手臂一挥，竟是放出了一道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从内部封锁了整座宫殿，那是隔音大阵，防止外面的人窥探内部情况的。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防御阵法我早就布置过了。楚风通过对方这个举动，就猜测到他应该不是要对自己做不利之事，而应该是有事情想与楚风说。嘿嘿，看来修罗兄弟也是一个谨慎的人啊。密洞群圣老大笑眯眯地说道：“你还是叫我修罗吧，就算叫我小子或者小兔崽子，我也觉得比叫我兄弟强。”楚风说道：“修罗兄弟，你还在因为之前的事情生气对不对？其实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何况每次吃亏的都是我们弟兄啊，你就别生气了呗。”密洞群圣老大笑嘻嘻地说道，态度那叫一个好，比之曾经简直就是天壤之别。我是没什么生气的，关键你们太卑鄙了。你现在笑眯眯地找到我，天知道你肚子里憋着什么坏水。楚风讽刺地说道：“你看，你说这话，我就知道你对我们有偏见。其实我们兄弟并不坏，这你从我们兄弟11个感情这么好，应该就看得出来。我也承认，我们兄弟几个是有点贪财，有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有一点不择手段，但我们却也是有底线的。我密洞群圣名声是不好，可我们从不滥杀无辜啊。修罗兄弟，你可以去打听打听，我们密洞群圣可有做过伤天害理、滥杀无辜之事。”密洞群圣老大说道。其实这些日子与红衣圣地的人聊天的时候，楚风也打听过关于密洞群圣的事情。这密洞群圣居无定所，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没人知道他们的真面目。就连密洞群圣这个称号也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是他们自己以密洞群圣自居。至于那所谓的密洞在何处，没人知晓，他们也从来没有说过。而他们真正出现的时间不过是3年之前而已。可是短短3年的时间，他们就名声鹊起，在诸天星域内可谓是大名鼎鼎，许多势力的人都听闻过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声，那是因为他们几乎跑遍了诸天星域的各个世界，就来凡界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当然了，他们这么不要脸、坑蒙拐骗的事情更是做了不少，如今的仇家那也是非常的多的，但他们却始终活得好好的，逃跑技术一流。从这一点来看，这密洞群圣倒也是有些本事的。不过虽然他们坑是坑了点，却也如密洞群圣老大刚刚自己所说一样，他们从不做滥杀无辜之事，只听闻过他们坑蒙拐骗，还从未听过他们做出过杀人越货、滥杀无辜的事情。而仔细想一想，楚风与这密洞群圣虽然产生过不愉快，有的时候他们也会气得杀气腾腾，但是好像并没有真的有对楚风动杀心，不然以他们的实力，若想对付楚风，应该早就对付了。毕竟那小11都是尊者巅峰，楚风猜测这位密洞群圣老大至少也是一位至尊境了吧。修罗兄弟，我若没猜错，你似乎很不喜欢诸天门的人，你与他们是不是有过节呀？密洞群圣老大再度说道。你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别卖关子了可以吗？楚风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我不喜欢嚣张跋扈的人。楚风说道。那就对了，在这诸天星域，没有比那诸天门更嚣张跋扈的人了。其实我们也很不喜欢他。修罗兄弟，我是真心欣赏你，所以今日才来找你的，我也不怕你坑我，是就直接与你说了吧，我想和你合作一件大买卖。密洞群圣老大说道。大买卖？什么买卖？楚风问道。据我所知，这诸天门兴师动众的来到轮回上界，到红衣圣地做客，不过是客套一下，他们真正的目的另有原因。听得此话，楚风内心顿时产生了浓厚兴趣。楚风已经知道密洞群圣的老大想与他说什么了，而偏偏那也是楚风目前最想了解的事情。于是楚风问道：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斩妖大地幕。密洞群圣的老大一字一顿、故作玄虚的说出了这5个字：斩妖大地幕。那是什么地方？楚风问道。你不是诸天星域的人，没有听过斩妖大帝也是正常。这斩妖大帝可以说是远古之后诸天星域所出现的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他凭借一把斩妖剑斩杀无数妖物，正因如此才得到了斩妖大帝的名号。而斩妖大帝死后便葬在了轮回上界。斩妖大帝当年风光无限，他所得到的宝物更是数不胜数，不过他一件都没有留下，他一生所得之物全部随他葬在了那墓地之中。斩妖大帝墓，诸天门已经惦记多年，他们经过多年努力，已经掌握了开启斩妖大帝墓的诸多宝物和方式，不过却始终无法开启。你知道为什么吗？密洞群圣的老大问道。这我怎么知道？你直接说不就是了。楚风鄙视的看来他也一眼，我这不是搞得神秘一点吗？你这小子怎么这么无趣呢？密洞群圣老大嘿嘿一笑，旋即便继续说道。因为他们根本就破不开，根本就破不开。既然根本就破不开，他们怎么又要来开启呢？楚风问道。因为最近斩妖大地墓的守护阵法开始松动了。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松动？为何会松动？楚风好奇地问道。有传闻说是斩妖大地墓守护阵法时间太久变弱了，也有传闻是斩妖大帝故意设下时间，到了这个时间，这守护阵法就会渐渐消散。毕竟他的目的明目张胆地摆放在那里，也就是想将他的宝物留给后人的吧，只是时机没到罢了。而现在应该是时机到了，所以现在便是开启斩妖大地墓的最好时机。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所以你们打算虎口夺食？楚风问道。嘿嘿，你小子说对了，我们就是打算虎口夺食。密洞群圣老大说道。你们胆子够大的，敢动诸天门的东西，是不想在诸天星域混了吗？楚风问道。修罗兄弟，你这就小看我们了吧？我们兄弟像是怕事的人吗？诸天门算个什么东西，我们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只是不知道修罗兄弟你是不是也有这个胆量呢？密洞群圣老大问道。不是敢不敢，而是我为什么要与你们合作？你觉得你们可信吗？楚风反问道。我们当然可信，修罗兄弟，我都称你为兄弟了，
就是真的把你当兄弟，我们密洞群圣再卑鄙无耻也不会坑兄弟啊。密洞群圣老大说道。只是可惜你们的所作所为让我无法相信你们，况且我对那斩妖大地墓内的宝藏也并无兴趣。楚风说道。修罗兄弟，你可以对宝物没兴趣，但难道你对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也没兴趣吗？你身为圣袍界灵师，应该知道踏入圣袍界灵师的境界之后，结界之力的战力也将变得相当强横。重纹级圣袍的战力堪比一品尊者，而蛇纹级圣袍的战力则是堪比五品尊者。倘若能够踏入龙纹级圣袍，那么你的战力将堪比一品至尊。我知道修罗兄弟，你修武的资质也是极佳，但我猜测你如今的修为应该仍在尊者境，恐怕距离尊者巅峰也仍有着一定距离。至于至尊境，距离你就更加遥远，甚至有可能在你小辈的年限内，你也难以稳定至尊境。可你如今距离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却只是一线之隔，只要你能够成为龙纹级圣袍界灵师，那么你便可以拥有媲美一品至尊的战力。而斩妖大帝当年便得到过一件至宝，据说那宝贝蕴含着极为强大的结界之力，对于蛇纹级圣袍界灵师来说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因为它可以短时间之内让蛇纹级圣袍界灵师突破。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所以你们之所以要虎口夺食的真正目的是那件宝物？楚风问道。的确如此，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这件宝物。当然了，要是有其他宝贝，那也是不拿白不拿嘛。密洞群圣老大发出了猥琐的笑声。那你说的这件宝物叫做什么？是何模样？楚风问道。修罗兄弟，你这就不厚道了，你是不是想探我的底，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找那宝贝？密洞群圣老大问道。当然不是，我像是那种人吗？楚风虽然嘴上这样说，可实际上他就是这样想的，只是没想到原来密洞群圣也并没有那么蠢，相反，这个老东西似乎还挺精明的。修罗兄弟，我悄悄告诉你，我们有那斩妖大地墓的内部地图，只要你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保证拿到宝物之后与你平分。而至于那件能够让咱们突破的结界至宝，我们也会与你一同享用。密洞群圣老大说道。那斩妖大地墓从来都没有被开启过，你们居然有内部地图，你当我傻吗？楚风问道。修罗兄弟，这你就死脑筋了吧？那地图传自多年之前，并非后人所绘，而是建造斩妖大地墓的时候所绘而成。反正我没骗你，我们兄弟也是真诚实意的邀请你，我们看中你的人品，欣赏你的为人，但也需要你的戒灵之术来帮助我们。当然我们并不急着你回答，你可以再考虑考虑。不过修罗兄弟，你就算不同意，我也不怪你，毕竟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吗？但是假如你跑到诸天门那里告密的话，说我们想要去打劫斩妖大地墓的话，那我可就是真的看不起你了。密洞群圣老大说道。放心，我修罗不是那种人。楚风说道。我也相信修罗兄弟的为人。那修罗兄弟，我先告辞了，你好好考虑一下，明日一定给我答复，因为我们兄弟明日就要告辞了。密洞群圣老大说道。这么急着走，怎么不多留几日？难道那些宝贝都破解了？楚风问道。破解个屁，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值钱的宝贝。韩秀那个死老太婆就是不相信我们，怀疑我们给她的阴阳锁魂绳是假的，所以故意将我们留下，在此期间鉴别那阴阳锁魂绳的真伪。而现在那老太婆已经确定我们给她的阴阳锁魂绳是真的，我们也就没有用处了，是她下的驱逐令赶走我们的。提及此事，那群龙密洞老大顿时气急败坏。而此时楚风也终于知道为何红衣圣地掌教愿意养虎为患，将他们留下了。搞了半天是不信任他们。对了，那阴阳锁魂绳有何作用？楚风再度问道。那阴阳锁魂绳可不简单，但说实话，知道它作用的人可并不多。修罗兄弟，你真的想知道它的作用吗？密洞群圣老大故作神秘地问道。说说看。楚风说道。嘿嘿，你要是答应与我们合作，一同去抢那斩妖大地墓，抢诸天门的宝贝，我就告诉你，再见了修罗兄弟，我等你的答复。那密洞群圣老大说完此话，便挥一挥手直接离开了。这个老东西还真是小气，居然这种事情都要条件。看着密洞群圣老大离开的背影，楚风小声咒骂起来，但是紧接着楚风便陷入了沉思。楚风一开始就打算要去斩妖大地墓搞事情，就算不抢宝贝，也要给诸天门制造一些麻烦，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必思考。楚风他现在思考的是，他到底要不要与密洞群圣联手。考虑一番后，楚风最终决定他与密洞群圣联手。尽管密洞群圣很不可靠，但楚风却觉得他们并非毫无底线，就如他们所说，至少他们兄弟11个关系还是很好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密洞群圣手中有斩妖大地墓的内部地图，若是真的得到地图，那将占尽先机。决定之后，楚风便准备去找殷庄红道个别。待到那宴会结束之后，楚风便前往了殷庄红的住处。殷庄红身为红衣圣地的圣女，她的居住之所很不简单。殷庄红的住处独占了一座岛屿，那岛屿很大，宛如一个独立的世界，而这方世界的一切都是属于殷庄红的。再加上殷庄红性格孤僻，连婢女都不要，所以她的住处只有她一个人。只是令楚风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在这座岛屿之上却出现了2个人的气息，除了殷庄红的之外，另一个乃是南宫一凡。这个家伙怎么也来了？楚风眼见不对，便立刻张开天眼，天眼显现，楚风的视线范围立刻倍增。尽管刚刚踏入这座浮空岛屿，但岛屿之内的一切都被楚风看得清清楚楚。毫无意外的，殷庄红与南宫一凡的身影也是映入了楚风的眼帘。不仅能够看到他们，通过他们的嘴唇变化，楚风能够读出他们所说的话。此时殷庄红与南宫一凡站在一座宫殿之外，那宫殿便是殷庄红所居住的寝殿。南宫一凡，夜已深了，你不经过我的允许来到我的住处，你到底想做什么？赶紧离开，否则我便不客气了。
殷庄红一脸愤怒地盯着南宫一凡，而从殷庄红的话语，楚风也是大概知道了情况。南宫一凡乃是不请自来，殷姑娘，你知道我的心意的。我今天就想问你一句话，我南宫一凡想娶你为妻，你到底愿不愿意？只要你愿意，什么聘礼我都可以给你，你说便是了。南宫一凡说这话的时候，情绪很是激动。这个家伙平日里沉默寡言，高傲的不行，不称小，在面对殷庄红的时候，竟然如此热情。楚风猜测，只要殷庄红说愿意，就算让他跪在地上，这个家伙都会毫不犹豫。南宫一凡，你和我是不可能的。殷庄红说完此话，便准备踏入寝殿，而那南宫一凡站在原地，则是气得瑟瑟发抖。随后，他的目光忽然大变，那种眼神就像是猛兽发狂了一般。紧接着，他猛然伸出手，竟然一把抓住了殷庄红的手腕，放开我！此时，殷庄红转过身来，冰冷的脸上也是布满了怒容。可是，平日里对殷庄红服服帖帖的南宫一凡，此刻却并没有听殷庄红的话，反而是恶狠狠地问道：“我知道你为何不愿意嫁给我，因为你心有所属。你是不是喜欢祖武星域的那个楚风？那个家伙出身卑微，我哪里不比他强？你信不信？我明日就叫人灭了他全族！”南宫一凡以愤怒的口吻问道：“我再说一遍，放开我，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殷庄红此时目光变得越发冰冷，那种眼神可不是开玩笑的。不客气，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的！你个臭星号，给你脸你不要脸，今日我就要得到你！然而怒火中烧的南宫一凡哪里听得进去殷庄红的话语？他说话间竟然探出罪恶的手掌，抓住殷庄红的衣衫。见状，殷庄红赶忙去夺，可袖口还是被南宫一凡抓住。随后撕拉一声，殷庄红的一条袖子被南宫一凡扯断，殷庄红的手臂便露了出来。南宫一凡，你疯了吗？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可是红衣圣地！此时，殷庄红的眼睛之中都涌现出了杀意，他是真的想要杀了南宫一凡，只是他不能，他甚至不敢对南宫一凡出手。其实，要论真实实力，殷庄红远在南宫一凡之上，但是正因为有着特殊的原因，才导致殷庄红隐藏修为。也正因为有着这个原因，哪怕南宫一凡此刻暴露出了兽性，可殷庄红却还是要忍让，不敢出手教训他。至于南宫一凡，本就已经怒火中烧，失去了理智，而当看到殷庄红那白皙如玉、堪称完美的手臂之后，更是如发疯了一般，身子一跃，便向殷庄红扑了过去。滚！突然间，一声怒喝响起，紧接着南宫一凡便惨叫一声，随后倒飞而去。下一刻，莫说南宫一凡一脸呆滞，就连殷庄红也是满眼惊讶，因为此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他们二人中间，这个人自然便是楚风。南宫一凡躺在地上，那个样子颇为狼狈，而他的眼中更是布满了震惊的神色，那闪烁的目光让人知道此时他的内心是何等的震惊。身为诸天星域最强小辈，身为诸天门的最强天才，他在整个诸天星域之内，向来要风的风，要雨的雨，就连老一辈看到他都是恭恭敬敬，而小一辈看到他简直就像是看到了神明。而此刻的他不仅狼狈地躺在地上，那打伤他的人竟然还是一个小辈。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个小辈竟然敢打他！混账！你知道我是谁吗？竟敢对我出手！短暂的震惊之后，南宫一凡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愤怒的吼声响彻开来，甚至传出了这座巨大的岛屿。对你动手，很难以置信吗？楚风冷然一笑，随后探手一抓，那距离倒在数千米之外的南宫一凡便立刻站起身来，飘于半空，随后向楚风快速的飞掠而去。是犀利，是楚风强行抓取。然而那南宫一凡靠近楚风之后，只见楚风手臂一转，只听啪的一声，那南宫一凡便再度倒飞而去。南宫一凡再度躺在了地上，并且这一刻在他的脸颊之上还留下来一道带着鲜血的红色掌印。是楚风，是楚风刚刚一个耳光将南宫一凡扇飞开来。你这混账，你是找死！你这是在找死！南宫一凡再度怒吼开来，此时他更是散发出了磅礴的杀意。可尽管他如此愤怒，但却无法站起身来，甚至无法释放出威压以及力量，这让南宫一凡既不解又不甘，同时更加愤怒了。听闻你是诸天星域第一天才，诸天星域的第一天才就是你这种货色吗？只能说这诸天星域太让我失望了。楚风连连嘲讽，他很清楚为何南宫一凡无法释放出他的力量，因为南宫一凡的力量被楚风封锁了。凭借强大的结界之力，楚风拥有堪比5品尊者的战力，但是凭借九龙圣袍的力量，楚风则是拥有着堪比6品尊者的力量。这样的楚风站在南宫一凡面前，就是南宫一凡无法战胜的存在。而凭借之力的运用，楚风更是可以让南宫一凡连自己的力量都释放不出来，就如同年板上的鱼肉一般，只能任由自己宰割。怎么回事？就在此时，道身影飞掠而来，落在了此处。那是红衣圣地的人，并且还是红衣圣地的长老。而此时他们皆是一脸的慌张，他们实在是做不到不慌，毕竟此刻躺在地上的可是南宫一凡，那可是诸天门的最强天才，未来诸天门的继承者。庄红，这是怎么回事？南宫公子为何会负伤？紧张之际，红衣圣地众长老纷纷对殷庄红斥责起来。不要怪他，是我打的。楚风说道。是你？修罗公子，你为何要打南宫一凡小友啊？红衣圣地众长老纷纷问道。他想对殷庄红行不轨之事，我打他不行吗？楚风反问道。听得此话，再看看殷庄红那被扯断的袖子，他们都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可就算如此，也不应该打南宫一凡。修罗公子你此次真是惹祸上身了。红衣圣地众长老说这话，
其实并没有责怪的意思，他们是担心楚风得罪其他人无所谓，但是打伤了南宫一凡，这可是大罪。更何况如今朱天门那么多高手都在，他们不知道该如何维护楚风，甚至觉得已经无法维护楚风了，惹祸上身。然而对于此话，楚风却是冷然一笑。随后楚风做出了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举动，朱天门的人都给小爷滚出来！楚风对着天空发出怒吼，那声音之响亮，几乎传遍了整个红衣圣地。朱天门的人都给小爷滚出来！楚风的声音响亮无比，回荡于这浩瀚天地间，几乎红衣圣地的所有人都被惊动了。此时红衣圣地的许多长老都在快速地向这座岛屿赶来，就连弟子们也来了不少，只是大部分弟子没有资格进入这座岛屿，只能站在岛屿之外观望。自然而然的，朱天门的人也被惊动，纷纷来到了这座岛屿之上。朱天门乃是诸天星域的王，而这些长老和弟子那更是朱天门有身份的存在，他们平日里走到哪里得到的都是阿谀奉承以及无比的敬畏，今日竟然有人胆敢骂他们，这本就已经让他们怒火中烧。而当他们来到这座岛屿，发现岛屿内的情况之后，一个个的更是气得就快要爆炸开来，一道道磅礴的杀意几乎弥漫了整座岛屿。毕竟那位躺在地上的可是南宫一凡，南宫一凡那可是他朱天门未来的掌教大人啊！混账，是何人所为？朱天门的众长老愤怒地质问道。那一道道充满杀意、冰冷如刃的目光开始在红衣圣地的众人身上扫过。面对那冰冷的目光，就连红衣圣地的长老都是吓得瑟瑟发抖。而此时那些长老更是将不解的目光投向楚风，他们无法理解楚风的行为得罪了朱天门的人，不赶快逃跑，反而咒骂朱天门，将朱天门的所有高手都引过来，这不是找死吗？可谁曾想，就在这时，楚风竟再度开口：“你们是耳朵有问题吗？这红衣圣地内除了你们朱天门的人外，就只有我一个男子，难道刚刚的声音你们分辨不出是男是女了不成？”楚风说道。而他此话一出，则是将所有人的目光全部吸引到了他的身上。是你打伤了南宫一凡？众位朱天门的长老狠狠地问道。他们说话的时候，甚至能够听到他们咬牙切齿的声音，他们此时就如同一条条暴怒的饿狼，恨不得将楚风活活撕碎。是我做的，楚风说道。找死！猛然间，数道磅礴的威压爆发开来，如同潮水一般欲向楚风冲击而去。那一刻，莫说红衣圣地的众人，就连殷庄红都是吓得小脸大变。他们知道那是蕴藏杀意的威压，并且不止尊者巅峰，就连那些至尊境的强者都出手了。那不仅是威压汇集而成的潮水，那是索命夺魂的巨浪，只要有人被击中，那就是要死的，就连楚风也不例外。可就在这时，那恐怖的威压潮水竟然消散开来。就在众人不解之际，一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楚风身前。这乃是红衣圣地的掌教韩秀。韩秀出现之后，所有人都明白了，定然是韩秀出手，将朱天门众长老的威压给挡了下去。韩秀，你是要护着此人不成？朱天门众长老恶狠狠地质问道。他们当真是被激怒了，哪怕红衣圣地掌教在此，他们却也同样不留情面。诸位长老，事情还没弄清楚之前，我是不会允许你们伤害修罗公子的。红衣圣地掌教说道。那也要看一看你能否护得住他才行。此时朱天门众长老便准备再度动手。住手！可就在此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从天而降，落在了朱天门众长老身前。此人乃是拓跋承安，太上长老大人。这个畜生胆敢打伤一凡，而这红衣圣地更是助纣为虐。太上长老大人，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见到拓跋承安，朱天门的众人就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都给我闭嘴！可谁成想，那拓跋承安却是再度怒吼一声，这让朱天门的众位长老一脸茫然。他们不明白，为何这种时候他们的太上长老大人还要呵斥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太上长老大人平日里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可尽管不解，他们却还是闭上了嘴巴。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太上长老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人，没有人违抗于他。修罗公子，我们的南宫一凡可是你打伤的？此时拓跋承安看向楚风问道。是我。楚风不卑不亢，反而说这两个字的时候非常的硬气，就宛如他做了一件对的事情一般。这可将红衣圣地的众长老吓坏了，因为对于拓跋承安的威名，他们也都是听说过的。朱天门的那些长老已经是足够嚣张跋扈、蛮不讲理，而拓跋承安的狠辣程度则是胜过那些长老数倍。楚风对待那些长老不留情面也就罢了，对待拓跋承安还敢如此嚣张，简直就是找死啊！可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哪怕楚风如此态度，那拓跋承安竟然没有动怒，反而是非常有耐心地问道：不知修罗公子为何要这样做？你问我，倒不如问问殷姑娘。楚风说话的时候看向了殷庄红。殷姑娘，这是怎么回事？拓跋承安问道。随后殷庄红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述了出来。听完事情的经过之后，那拓跋承安的脸色终于变了，在他那本就刁钻的脸上涌现出了怒容，那个样子就好像一个杀人魔头就要大开杀戒了一样。这一刻，红衣圣地的那些长老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那些弟子更是躲到长老身后瑟瑟发抖。与此同时，看向楚风的时候，眼中充满了同情。混账东西！猛然间，拓跋承安怒吼一声，那声音响起，天地都是剧烈一颤，就宛如世界末日了一般。可是下一刻，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以及弟子却是一脸惊愕。虽说这声怒吼是从拓跋承安口中传出，可是这声音却并非是对楚风喊的，而是对着南宫一凡太上长老。此时南宫一凡也傻眼了，他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可是面对怒气冲冲的拓跋承安，却也不知该如何解释。你什么你
回去再好好收拾你。拓跋承安再度怒吼一声，随后看向红衣圣地掌教，竟然满脸歉意的抱拳施礼。韩掌教，殷姑娘，我管束我门弟子无妨，还请见谅。这向来蛮不讲理、凶名赫赫的拓跋承安，竟主动道歉，无碍。年轻人嘛，有时候做出冲动的事也是难免的。算了吧。红衣圣地掌教说道，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拓跋承安说完此话，便将南宫一凡抓了起来，随后便准备带着诸天门的人离开。见此一幕，红衣圣地众人面面相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真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收场，诸天门的人居然就这样离去了。等一下，可就在这时，一道冰冷的声音却是忽然响起。这道声音响起之后，那原本已经松了一口气的众人脸色再度变得紧张起来，因为这道声音乃是楚风说的，并且他的语气可是极为不善。怎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楚风极为不善地说道。你还想怎样？诸天门众长老怒气冲冲地问道。可是他们此话刚出，那拓跋承安便摆了摆手，示意他们闭嘴。修罗公子还有指教？拓跋承安问道。在你来之前，你诸天门的这些长老对我动了杀意，若非红衣圣地的掌教大人出手，我怕是已经死在了这里。现在你们一句抱歉就想拂袖而去，你们当我修罗是何人？是你们想杀就杀的吗？楚风话到此处，剑眉倒竖，猛然之间，一股寒意弥漫开来，那寒意肆虐，破肉入骨。莫说是小辈，就连红衣圣地以及诸天门的人也都是心神一震。无关威压，无关修为，只是那等气势，简直就王者降临，天神动怒。就宛如在楚风眼中，这些诸天门的高手全部如同蝼蚁一般。蝼蚁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太岁岂能不怒？尽管难以置信，可是那一瞬间，就连诸天门的长老们也是有些慌了。修罗公子，他们先前是没有搞清楚状况，一时误会，相信也并无恶意。老夫在这里替他们向你道歉。拓跋承安说话之时，竟真的向楚风深鞠一躬，表达歉意。他们就在这里，何须你来替？楚风问道。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向修罗公子道歉！拓跋承安看着那些长老愤怒地吼道。无可奈何之下，那些长老也是纷纷向楚风道歉。若非亲眼所见，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一切。这个叫做修罗的小辈，打了诸天门最器重的天才，不仅毫发无损，反而还要诸天门的长老向他道歉。而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诸天门的长老居然真的道歉了，就连凶名赫赫的拓跋承安对其也是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违抗。此一时，红衣圣地众长老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叫做修罗的人可能真的来头极大，否则这不仅仅是因为拓跋承安对楚风的态度，还因为楚风那临危不乱、始终傲气凌人的气势，那种感觉就好像当朝太子来到民间，微服私访，身后有众多高手支撑的他，面对地头恶霸，岂有惧怕之理？回去之后，拓跋承安将所有长老以及重要弟子叫到一起，今天的事他也需要给大家一个解释，并且他们封锁了这座大殿，是有机密要事要谈。一凡，你今日是怎么了？为何要做这种事？拓跋承安凝重地问道。他之所以这样问，是他知道南宫一凡平日里很克制，根本不会做出这种有损形象的事。太上长老大人，不是我不克制，而是殷庄红那个星号实在是给脸不要脸。我对他百般照顾，疼爱有加，哪怕他在外面待我，也是不留情面，可我仍然对他热情如火。我南宫一凡何时这样待过一个人？南宫一凡说这话的时候，竟是一脸委屈。好了，我知道你苦，不过再忍一忍，至少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皮的时候。等到掌教大人再次出关，就是收拾这红衣圣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殷庄红那丫头，你想怎么玩都可以，她就是你的奴隶。拓跋承安说道。太上长老大人，掌教大人是已经决定要除掉红衣圣地了吗？此时有长老问道。红衣圣地冥顽不灵，始终是那远古血炼池，为他们私有之物。远古血炼池内藏有远古时期顶尖高手留下的重宝，自当归我诸天门所有。他们想要私占，就是有一心。倘若那远古血炼池内的宝物被他们所得，红衣圣地突飞猛进的话，必是我诸天门的劲敌。掌教大人是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拓跋承安说道。听得此话，众长老已经知道红衣圣地未来的结局，所以他们内心那原本焚烧的怒火倒也减缓了许多。既然知道早晚要收拾这红衣圣地的人，自然也就不急于一时了。只是现在有些棘手的是，半路杀出了一个程咬金。说此话的时候，拓跋承安的眉头微微皱起。太上长老大人，您说的程咬金可是指那个修罗？有长老问道。此子天赋异禀，来路不明，不得不防。拓跋承安说道。太上长老大人，他会不会是虚张声势？有长老问道。其实先前一凡被打，我早就赶到了。我到的时候，你们还没有被惊动。我之所以不现身，就是想观察那个小子的反应，但是这结果很不乐观啊。拓跋承安话到此处，眉头皱得更紧了。太上长老大人，此话怎讲？您是发现了什么吗？众长老齐声问道。临危不乱，气势不凡，任凭我诸天门威名赫赫，可他却全然不放在眼中。那等气势可不像是装出来的。我若没有猜错，他的身后必然有人撑腰，而无论是人还是势力，都绝非我诸天门能够招惹得起的。拓跋承安此话一出，那些长老也是眉头紧皱。莫说慌乱，此时在他们的脸上竟涌现出了后怕之色。听了拓跋承安一席话，他们才猛然发现，他们刚刚险些惹下大祸。难道说我们就拿他没有办法，任由他在我诸天星域内肆意妄为？南宫一凡问道。他自然不希望在诸天星域有这样一个煞星存在，因为有这样一个煞星存在，不仅是他很难受，他诸天门的所有人都会很难受。倘若真的是其他星域的天才，
背靠强大势力或顶尖高手，我们还真就没有办法。但是毕竟朱天星域是我朱天门的领地，自然是不能让他肆意妄为的。拓跋承安说道。太上长老大人，我们该怎么办？有长老问道。事到如今，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冒险试探一下了。话到此处，拓跋承安手中出现了一个盒子，盒子打开，一个7色的丹药便浮现而出，永久易容丹。看着那丹药，在场的许多长老都是神色一动，随后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所以他们的眼中都涌现出了惊恐之色。不，准确来说，那乃是恐惧之色。大家都是朱天门的人，你们能有今日，多亏了朱天门。现在到了奉献的时候了，难道你们要退缩不成？拓跋承安看着众人说道。太上长老大人，就算您要试探，那修罗完全可以找外人来做，没必要非要我们自己来啊。对，完全可以找外人来做。众位长老纷纷说道。而带头说这话的，乃是一位至尊境的强者，这位也是朱天门的太上长老，他拥有着一品至尊的修为，名为程辉。程长老，你好歹也是我朱天门的太上长老，请你回答我，是外人可靠，还是我们朱天门自己的人可靠？拓跋承安问道。这个自然还是自己人可靠。那程辉说这话的时候，不断的擦拭着脸上的汗水。这屋子并不热，可他却是满头大汗，只不过那汗水竟是冷的。程长老所言极是，这种事情自然还是我朱天门自己人可靠。我若没有记错的话，刚刚程长老你似乎也有对修罗出手吧？若不是那韩秀及时赶到，你可就伤及到那修罗了。拓跋承安说道。当时是老夫糊涂了，险些犯下大错。那程辉说道。是啊，你是糊涂，但你的所作所为，那修罗都看在了眼里，而我看那个修罗也绝非善类，他应该是一个很记仇的人。倘若他的身后真的有人撑腰，那我觉得程长老你可能迟早都是要倒霉的。与其如此，不如是探修罗的这个重任就交给你吧。这话拓跋承安是笑着说的，但是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中却涌现出了一抹阴冷之色。那程辉刚刚开口，一股强大的威压便立刻覆盖这座宫殿。所有人都注意到，那程辉此时张着嘴巴一动不动，是被威压束缚了。而那拓跋承安就趁着这个功夫，将手中那颗永久易容丹塞到了那程辉的口中，随后他才收回威压，恢复自由之身。程辉赶忙用手去扣自己的嘴巴，并且用力的喘咳，他是想将入口的丹药给吐出来。可是那丹药不仅没有吐出来，程辉的身上竟然散发出了7色的光芒。那光芒很淡，但却是由内向外而发，并且那光芒散发的气息与那程辉一模一样，就宛如那光芒与程辉乃是一体。这一刻，程辉简直快要哭了出来，他知道是要效发挥了，他已经无法将那颗丹药吐出来。程长老，不愧是我朱天门的栋梁，如此艰巨的任务，也只有你能胜任了。放心的去吧，这件事做完之后，我会替你向门主大人邀功。不过药效时间有限，你可务必要在这时间内改变面容。话到此处，那拓跋承安的眼中再度涌现出了一抹阴狠，与此同时，那威压再度扩散而出。这一次，那威严之中还蕴含着杀意，这让程辉知道他必须照着拓跋承安的要求去做了，否则他也无需去试探修罗了，因为他现他就要死。事实上，不止程辉明白，在场的其他人都明白，拓跋承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六亲不认的存在。正因如此，才连这些长老都如此惧怕他。太上长老大人，那我伪装成谁的模样？程辉问道。既然在这红衣圣地内动手，自然要伪装红衣圣地的人，就伪装成他吧。拓跋承安说话间，结界之力释放而出，在空气中勾勒出了一幅画像。看到这幅画像，所有人都暗叹拓跋承安心思缜密。这个女子名为宋依晨，这宋依晨乃是红衣圣地的一位太上长老，拥有着一品至尊的修为。不过她在数日前消失了，至今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红衣圣地也一直在找她，可是在场的朱天门众长老都知道，这宋依晨根本没有消失，而是得知了他朱天门想要对付红衣圣地的秘密，所以已经被朱天门暗杀，用他的身份去对付修罗。再好不过，这是那宋依晨生前用过的东西，上面沾染着他的气息。拓跋承安说话间，大袖一挥，随后在半空之上竟出现了衣物、乾坤袋以及令牌等物品。那衣物乃是红衣圣地的长老服饰，而那令牌也是红衣圣地的。实际上，这里的每一件物品，包括乾坤袋，都是宋依晨长老生前所用。见状，程辉接过了那原本属于宋依晨长老的所有物品。当他将那些物品全部穿戴于身后，程辉的面容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时的他不再是一名年貌的老人，而是一名中年女子。这名女子虽长相平平，可却气质不俗，最重要的是，一看面容就知道她是一个非常和善之人，而她自然便是宋依晨。只不过可惜，宋依晨长老已经死了，此时这位乃是程辉所伪装的罢了。记住，你现在就是红衣圣地的宋依晨，无论结果如何，你以后都是这个身份，但你必须忠于朱天门。倘若你要叛变，不仅你要死，你的家人都要死。拓跋承安说道。太上长老大人，敬请放心，我程辉绝不辜负太上长老大人的期望。此时，程辉的眼中也涌现出了一抹决意。事已至此，他已别无选择，只能祈祷那修罗身后并无背景，这样一来，他不仅能够安然，也定会得到朱天门掌教的奖赏。此时，楚风还在殷庄红的居住之所，其他长老与弟子全部离开了，唯有楚风还未离开。楚风被殷庄红邀请到了他的宫殿之内，而进入宫殿之后，楚风也是布置了隔音结界，毕竟他与殷庄红要说的话，并不希望其他人听到。而此时的二人早已经交谈了许多，楚风已经说明了他要离开的决定，而殷庄红自然不会挽留，相反，他对楚风尽是感激。先不说楚风帮助红衣圣地击败了密洞群圣，刚倘若不是楚风出手，殷庄红被逼无奈之下就只能暴露自己的修为了。你胆子太大了，
虽然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但你也不该打伤南宫一凡。你不知道朱天门是多么的霸道，他们不会就此作罢的。殷庄红说道。所以你隐藏修为，也是害怕他们？楚风问道。你为何这样说？殷庄红反问道。如你所说，朱天门很霸道，而如同他们这样的势力，是不会允许朱天星域内有任何人威胁到他们。倘若让世人知道你的修为在南宫一凡之上，朱天星域的最强天才其实并非他朱天门的人，那不仅你将成为他朱天门的威胁，你朱天门也将成为他们的威胁。所以你不敢暴露真实修为，故意隐藏自己的实力。楚风说道。殷庄红沉默了，虽然他没有回答，可是他的沉默却也告诉了楚风答案。你有何打算？殷庄红问道。不用担心我，朱天门奈何不得我。你不要忘了，我能隐藏自己，连你师尊都看不到我，朱天门自然也找不到我。他们就算想对付我，也是不难。至于在红衣圣地内，他们就算想杀我，也是不敢吧？毕竟我是你红衣圣地的客人，况且你师尊他应该也会护着我。楚风说道。你还挺自信。殷庄红说道。我的自信可并非盲目而来，而是有原因的。楚风说道。可是忽然间，楚风脸色大变，他感觉到一股不善的气息自宫殿之外传来。当楚风反应过来，直接宫殿门被人一脚踹开，不仅殿门碎裂，楚风布置的结界也被同时摧毁。紧接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覆盖整座宫殿，楚风以及殷庄红全部被束缚住。凝视，楚风能够看到门前站立一人，但此人并非朱天门的人，而是红衣圣地的人。那位是红衣圣地的长老，只不过这位长老此刻看向自己的目光之中，却充满了浓浓的杀意。楚风有些搞不清楚眼前的情况，朱天门的人要杀他，他还能够理解，毕竟自己的确得罪了朱天门的人，可红衣圣地的人为何要对他动手？楚风实在是想不到原因。楚风小心，他不是我红衣圣地的长老。就在楚风不解之际，一道声音映入楚风耳帘，那是殷庄红的暗中传音。什么？听闻此话，楚风立刻使用天眼去仔细观察那位，可是无论楚风怎么看，也看不出任何破绽。但哪怕如此，楚风却也相信殷庄红所说的话，因为殷庄红的眼睛非常厉害，能够看破连楚风的天眼都看不破的事情。就在此时，那位红衣圣地的长老已是来到楚风身前，用手抓住了楚风的喉咙，将楚风给提了起来。修罗，你来路不明，定是心怀鬼胎。我已知道你并非小辈，而是一个修炼多年的老怪物。我不管你以小辈身份接近殷庄红，混入我红衣圣地有何目的，今日我都要将你扼杀。话到此处，楚风感觉到了极为磅礴的杀意，甚至在那一刻，楚风感觉到了死亡的气息。对方是真的要杀了自己，而他却毫无反抗之力。楚风他就要被人所杀。然而就在楚风觉得自己就要死了的时候，一股更为强大的气息充斥在楚风的四周，那威压之强，当他出现之后，天地之间的万物都变得渺小，就连那束缚住殷庄红、威胁到楚风性命的威压，也在一刻化作了尘埃。因为此时出现的乃是三品至尊的威压，伴随着那威压来的，还有一道身影，红裙飘动，浮于半空，月光映衬之下，此人宛如天神降临。而此人正是红衣圣地的掌教韩秀。不仅韩秀出现，红衣圣地的诸多长老也是随之出现，而无一例外，当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幕之后，都是非常的不解。毕竟宋一晨消失已久，他们本以为其遭遇不测，可现在宋一晨忽然出现，他们却是高兴不起来。毕竟此时的宋一晨正在对楚风下毒手，若不是掌教大人及时出手，怕是已经酿成大错。宋长老，你为何要做此事？红衣圣地掌教凝声问道。此人心怀不轨，必须要杀。那宋一晨说道。心怀不轨？宋长老，你为何要这样说？听得此话，就连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也是目露狐疑之色，再度看向楚风，眼中充斥着警戒。对他们而言，宋一晨乃是太上长老，是最近亲的人，而楚风这个名为修罗的年轻人，毕竟他们刚刚接触，若是二选一，他们自然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听信宋一晨的话。他不是宋长老。就在此时，殷庄红开口了。什么？而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是神色一动，下意识的便仔细看了一眼宋一晨。可是无论怎么看，无论使用什么手段，这位都是宋一晨啊，根本看不出任何破绽。于是他们又将目光投向了殷庄红。庄红，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呢？他不是宋长老，宋长老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殷庄红说道。殷庄红没有明说，因为他不能透露自己眼睛特殊这件事情，否则会遭到朱天门的妒忌，可能会惹祸上身。所以殷庄红便暗中传音，告诉了楚风以及红衣圣地掌教，这个人究竟是谁。当楚风得知这个人竟然是朱天门的太上长老伪装而成，楚风就知道朱天门比他想象的胆子要大。楚风也知道不能再光明正大的挑衅朱天门了，否则真的会小命不保。因为他们今日来就是为了试探楚风，试探楚风身后到底有没有高手保护，倘若有，就牺牲掉这位太上长老；倘若没有，就直接将楚风杀掉，一了百了。虽然因为红衣圣地掌教的出手，使得这位刺杀楚风失败，可是却也证明了楚风身后没有高手保护的事实。这种情况下，朱天门必然还会再次对楚风下毒手。庄红说的对，宋长老不可能做这件事，此人必定是他人假冒，将他抓起来，严格看守，我要亲自审问他究竟是从何而来。唰啦啦，此话说完，红衣圣地掌教大袖一挥，一道锁链便将其捆绑了起来，任由那宋一晨怎么解释。红衣圣地掌教也是不予理会，因为他坚信殷庄红的眼睛。既然殷庄红说这位宋一晨是朱天门长老伪装的，那就一定是朱天门长老伪装的。就这样，那朱天门长老被抓了起来。这件事传入朱天门耳中，众长老也慌了起来。此时他们又聚集到了一起，
一个个的都是有些慌了。怎么办？太上长老大人，陈辉长老被抓起来了，那韩秀可不是省油的灯，定然会严刑审问。倘若陈辉长老支撑不住，那可怎么办？众长老问道。放心。然而相比于慌乱的众人，拓跋承安却是面无波澜，尽显沉稳。太上长老大人，不是属下对陈辉长老没有信心，只是那韩秀手段残忍，在严刑之下，任谁都会犯错啊。众位长老仍是非常担忧。我可没说那陈辉一定会守口如瓶。拓跋承安说道。听得此话，众长老皆是神色一动，目露不解。既然连太上长老大人都不能确定陈辉长老一定守口如瓶，那为何他还会如此沉稳？倘若陈辉暴露了身份，那他朱天门要对付修罗的事，以及杀害宋依晨的事，不就暴露了？永久易容丹没有任何缺陷，任凭是谁都无法看出破绽。就算那韩秀怀疑又能如何？就算陈辉招供又如何？他现在无论气息、面容，都是红衣圣地的太上长老宋依晨，而并非我朱天门的太上长老陈辉。倘若红衣圣地敢以此来找我们麻烦，那他红衣圣地就是心怀不轨，以下犯上，刚好给了我朱天门收拾他们的理由。拓跋承安说道。对啊，还是太上长老大人想得周全，我朱天门完全没必要怕他红衣圣地啊。听到这里，朱天门的众长老也终于是恍然大悟，原本惆怅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抹阴险的笑容。只是太上长老大人那修罗身后似乎并无高手守护，虽然确定了这一点，可却无法确定他不是来自强横势力的天才。我们现在当如何处理他？忽然又有长老问道。此子在我朱天星域是一个威胁，早点除掉为好。拓跋承安说话间，手中又出现了一颗丹药，那又是一颗永久易容丹。看到这颗丹药，众位长老就明白了，拓跋承安的意思是继续伪装红衣圣地的人，继续去对付那修罗。这样一来，就算那修罗身后有庞然大物撑腰，可传出去也是红衣圣地的人杀了修罗，与他朱天门乃是无关。长老大人，可就在此时，又有一位长老强行闯了进来。什么事？慌慌张张的。见状，就连拓跋承安也是有些不悦。他们正在谈机密事情，这种时候最不喜被人打扰。那个修罗跑了。那位长老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就连拓跋承安也是神色一动。不是让你盯着他吗？怎么会让他跑掉？拓跋承安问道。他给了这位长老一件至宝，那至宝可以隐藏气息，隐藏身形，目的就是让他可以在红衣圣地来去自如，从而盯住那修罗，不让他逃脱。我盯得好好的，可是那修罗却忽然从宫殿走出，随后望向我所在的方向，做出了招收的动作。当做出这个动作之后，他的肉身竟然忽然变化，化走道光芒消散开来，随后化成了这封信函。而当我进入他那宫殿内，却已发现气息全无，他已经离开了。那位长老说话间，将一封信函取了出来，呈现到了拓跋承安的面前。见状，所有人都明白了，那叫做修罗的家伙已经发现了他们在暗中监视他，所以逃脱之间故意布置阵法，运用阵法化作他的模样，引起朱天门长老注意，随后又化作信函。很显然，这封信函就是留给他们的。于是拓跋承安将信函接过，信函刚刚拆开，立刻化作一道光芒，冲天起，那光芒在半空散开，化作几行大字飘于半空之上。光芒虽璀璨，但那字体却是看得清楚，只是这字体入目，却使得朱天门众长老五官扭曲，面露怒容。因为这几行字的确是为他们而留，只不过这些字却是不堪入目。早就听闻朱天门狂放霸道，不曾想我无依无靠的一个小辈，却吓得朱天门屁滚尿流。暴打朱天门第一天才后，我不躲不逃不狡辩，可一群长老气得咬牙切齿，却又对我奈何不得。虽装模作样的对我释放威压，到头来却又向我道歉，真是卑微至极。而最无能的就属那太上长老拓跋承安，其他长老好歹还敢虚张声势，可那拓跋承安从始至终连个屁都不敢放之，卑躬屈膝，恨不得跪在我面前，把小爷当成祖宗。什么冷血无情！不过浪得虚名，朱天门如此无能，小爷也是兴致全无，不想再羞辱你们。原本想就此作罢，不曾想你们竟伪装红衣圣地长老，以如此下作手段对付小爷我，对付小爷都不敢光明正大，真是无耻的令人恶心。不过既然敢对小爷出手，那小爷就必须让你们知道，得罪小爷的代价将是如何。小爷虽无依无靠，但只凭自身就可让你朱天门鸡犬不宁，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看完这番话，朱天门所有人都是气得咬牙切齿，脸色涨红，甚至有人气得瑟瑟发抖，那个模样就跟要爆炸了一般。毕竟从这番话，他们已是得知，那个叫做修罗的小鬼其实就是一个有天赋的小辈，身后无依无靠，根本没有人为他撑腰，所以他们之前是被对方戏耍了。想一想，他们这些人身份超然，平日里走到哪里都是被当作神灵一般供奉，可今日竟被一个小鬼戏耍。想到这里，那可真是心中的怒火压不住的往出窜，但暴怒之余，人们却又不由得看向了拓跋承安。这封信函言语刁钻，可是更多的其实是对拓跋承安的羞辱，那羞辱之词毫不掩饰，宛如把把利刃，此人心脏。看到这些话，他们都被气得如此。那么拓跋承安这个暴脾气看到这些话将是怎样的反应？果不其然，此时拓跋承安脸色阴沉，极为吓人。看到这样的拓跋承安，众长老连话都不敢说，甚至不敢正视拓跋承安，生怕一个举动做错，惹到了拓跋承安，便招来大祸。可是忽然间，那飘于半空的字体竟然产生变化，字体消散，竟然化作黄色液体，如暴雨一般向四周飞散而去。在场的都是修武高手，只见武力释放而出，化作屏障，轻易的便将那液体给挡了下去，并无一人被那液体击中。哼，这种手段也想伤我们？
是瞧不起我们不成？此时朱天门有人脸上露出得意之色，他们都知道那是楚风部下的机关，是想暗算他们的。不过那机关却无法伤他们分毫，他自然也是有利奥得意的资本。这味道。可忽然间，一股恶臭袭来，很快人们反应过来，那恶臭乃是自那液体传出。原来那不是寻常的液体，而是粪便。原来那修罗根本就不是要攻击他们，而是羞辱他们。猛然间，一股磅礴的杀意席卷这整座宫殿，紧接着传来了拓跋承安那咬牙切齿的声音：寻遍诸天星域，也要给我找到此子，只可活捉，不可杀死。老夫要亲手拔了他的皮，撕烂他的嘴。